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又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人还是在特拉维夫，这一次要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特拉维夫市中心，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？现在的气氛是什么样子？那现在是7月2号中午12点半，这是叫做 Dizen Golf 的购物中心，人蛮多，店蛮多，都有开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商场的样子 ，Kenny 说这样子很像新加坡，不过这还是 Aroma。影片常常会看到 Aroma， 因为这是以色列连锁的咖啡店，然后生意一直好到一直开到那边去。吃饭的人，还有买饮料的人。Hello， 我来采访你一下。昨天那个跑防空洞的时候，你跟九九在哪里啊？那个之前我们在一个餐馆在吃饭。对。那你防空那个警铃声响的时候，你是吃完了还是还没吃完？我是吃完了，已经吃完，我在跟一个路人讲话。那你那个时候付钱了吗？还没付钱。那你怎么知道那个防空洞在哪里？因为我的路人也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朋友这样，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防空号，然后大家结束了多完以后再回来付钱。对。那会有人没付钱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那个时候有紧张吗？因为是特拉维夫。没有紧张。没有。那别人有紧张吗？也没有啊，因为就是没有听到什么声音。所以如果真的是有那个飞弹，就可以真的可以听到飞弹的声音啊，是什么什么的。那你的手机是有响警报声吗？还是别人告诉你？别人告诉我。对啊，我的手机没有响。因为你没设定啊，我昨天后来帮你设定了。对。那我们已经从刚刚比较热闹的大街走到偏住宅区的街上，然后其实也才走5分钟啦。想要带大家看一下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被飞弹炸到、受到一些影响的街。那当然，以色列人就是正常的生活，跟昨天、前天的影片，呈现给大家看的差不多啦。如果是一间好的店的话，就会有很多人。那如果他本来店的生意就不怎么样的话，就是这个时候就很艰难。像这一家店，12点半全满嘞，除了2张空桌以外，基本上全满哦。所以生意好的店其实是不受到影响。然后也是真的很谢谢 Kenny 啊，还有舅舅尤贝拉，还有妈妈陪我一起过来这边，为了就是可以拍一些画面给大家看。很热耶，真的7月份来以色列的话很热很热。那这里呢还是有一些窗户拆下来的废料，毕竟现在离那个伊朗炸过来已经隔了2周的时间，这里应该都有做一些整理了。那大家有看到吗？我其实，在新闻上面有找到关于这区域有没有人死亡的消息，但应该就是受伤。那你们看这个窗户啊，已经没有窗户了，就是布遮一下。然后1楼的咖啡店，我看我朋友的影片，那个时候是没有营业，现在它已经重新营业了。那我觉得很厉害，你看楼上都已经是这样子的状况，可是楼下已经重新营业了。今天是7月2号而已耶，已经重新开始营业了。然后这边还是可以看得到被震动的痕迹啦，应该没有被直接炸到。我们往那边再看一下，走过来看就更明显了。像这间已经都不能住人了，完全是
坏掉的状况。连原来里面，哇，灯啊都掉下来，然后哇，这边真的是哇，大家看得清楚吗？这个哇，地上都黑黑的，都有那种要怎么讲烧过的痕迹。我们刚刚从购物中心走过来，也不过就是5分钟、10分钟的事情，然后就看到哇现在的状况。这一区它当然就没有办法做生意，可是离刚才那么热闹的区域，真的就是才5分钟、10分钟的距离。然后转过来，因为我刚刚在那边我看不到，这里也是，这里有新闻有说有人死掉吗？好像没有哈，没有。都在那个哇，都在防空洞里面啦，哇。如果是只看这一区的话，当然会觉得说啊，特拉维夫变成一个好像空城。这个挖土机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，然后 Kenny 说那个伊朗的飞弹就是刚好打到停车场，所以后面这些建筑物都是震波，这个建筑物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都是被震的，所以才会没有人那个死掉。那站在这边也会看到，经过的以色列人就是照常的生活啊，买东西啊，旁边那边就是海滩。这一区有2间旅馆是我以前住过的，我想看一下。哦，就是这一间。你们如果看我以前的部落格，我有介绍过这一间。然后在旅游书里面也有提到可以住这间，现在就是不能住了。那个方向呢，就是海边，就是以前的样子。妈妈说这比我们昨天看的还要严重，但是很快以色列就会重建，这样一整条都是被飞弹炸的威力影响到，你看都轰出来了，我的词汇量不够。对，然后这里有一间中国餐厅，然后想要给大家看对面的超市啊，继续营业了，然后住宅区这里就继续住，没有被波及到，他们就可以继续的营业啊，生活。像对面的这间是什么店？也是继续的开，虽然说这里都还没有打扫完，然后中国餐厅应该也是，然后这是隔壁间的餐厅，不知道卖什么，但是里面有很多拿电脑在工作的年轻人，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公司的 CEO， 还是都可以在家上班的人，很热闹哎，就在这么严重受到波及的地方的旁边。好了，希望他们很快这些都可以建得比原来更好。但是这个建筑它是有指标性的，它是应该是以前在1920年代特拉维夫刚盖的时候的包豪斯建筑。以色列人比赞，意思是我们还是会就是挺过来。当然，以色列的国防力量是很厉害的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奇迹，这么大的伤害。然后这一次12天的战争，以色列是28个人被伊朗谋杀掉，然后大概3000多个人受伤。那我觉得真的是奇迹，因为你们看这么大的一个攻击，然后也波及到旁边的民宅，可是新闻传出来，没有人有人受伤，但是没有人死掉。然后旁边的这些居民啊，也就照常的在这里生活。然后刚刚很热门的店，也依旧很热门，大家还是能够继续的活下去。然后我看数据，伊朗这12天的攻击是射了550颗飞弹，100颗那个无人机攻击。可是以色列死亡的人数是28个人，应该可以更多的，但是
除了奇迹以外，也是以色列的国防力量是很强的。在伊朗发射过来的这些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里面，铁穹系统拦截了90%。它本来就不是100%，因为如果伊朗它突然射100颗，那铁穹系统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时去应付这么多复杂的计算。然后看新闻是说，在这550颗飞弹里面，大概有31颗是真的达到有人居住的地方，真的是很沉重。亲眼看到这样子的严重破坏。而且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，因为它打到的那个地方，我以前去过，还拍照过。然后它那边的青年旅馆我也住过。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比较热闹的主路，然后人很多，走路也要就是开始闪躲。然后街上也就是车子啊，商店照样的开啊，然后寿司店也是满满的人。我觉得真的好像恢复了某一种程度的正常，可是其实一点都不正常。因为你过去住过地方，曾经是你生活圈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当然不是我的生活圈啦，特拉维夫人的生活圈，我只是去过而已。然后突然就没有了，我觉得那种情绪很难去表达。路边的人，美发店在做理发，然后小朋友不知道在看手机壳，然后这里也是理发店，有漂亮的小衣服，然后冲浪店、滑板店不是冲浪，然后另外一家咖啡店，特拉维夫人很喜欢坐在外面。然后这就是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，就这样很近啊，就是2条街，隔2条街而已。我可以想象晚上有凉风的时候，这边会坐更多的人，那边也有坐人，因为有遮阳。那你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回到刚才的商场，那商场的人就是非常的多。这是7月2号的样子。跟新闻说以色列人好像逃离了这个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以色列很有生命力，嗨。然后他们很爱这个国家，那这是他的一个现实面，因为他有敌人，所以他们的人民必须去当兵，女生也要当兵。那他们也知道这个代价，每个人都必须付，也甘心的去付。今天看到新闻。被抓到加萨当人质的那个 Liri Albert， 她当了400多天的人质，在加萨，才19岁的一个女生。她休息了大概200多天，然后她做一个很勇敢的决定，就是她现在要回去以色列国防军去当兵，继续把她的兵当完，然后就是贡献这个国家。那你可以想象她是多坚强的一个人，400多天你去。被抓去当人质，你经历了你跟恐怖分子在一起这么久的一个时间，感觉会要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修复，也可能完全无法修复心灵的这些创伤。可是他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够回去当兵，那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表现出来以色列人的韧性。但他也不会是唯一的这样子的例子，因为这里的大环境就是这样。像昨天 ，OK， 防空警报声响了，那至少有一半的人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的座位，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习惯了，这就是特拉维夫生活的日常。那自己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要跑防空洞还是不要跑防空洞。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这几个月有在考虑要不要来以色列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这里是安全还是不安全，因为很可能防空警报声会响，然后就要跑防空洞，那也可能当地人不跑，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很纳闷，到底是要跑还是不要跑？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况跟大家分享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很淡定的去看生活周遭的这一切，然后可能就像是刚刚 Kenny 一开始说的，防空警报声结束以后，大家还是回去原来的餐厅，把面吃完，把披萨吃完，然后该付钱的付钱，也不会跑掉。
这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那如果你们来到以色列的话，会看到以色列人大概就是这么的镇定，也不是说好像我刻意在拍什么大家很镇定的样子，它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跟新闻拍的媒体，它只有3分钟或2分钟的时间可以去呈现这一则新闻，它当然是要用最精华的画面。那好比说我是做自媒体，我也会想要把最惨的画面、最让你有印象的画面，就是强调出来。那可能这个演算法就会把这个影片推荐给更多人。那媒体都是这个样子的，自媒体或者是主流媒体应该都是这样。但是差别是我做 YouTube， 我可以放一个20分钟的影片、10分钟的影片，然后我没有其他的成本在里面嘛，所以就是剪接的成本，还有我花的时间的成本。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到更多以色列正常的样子，那大家就比较容易能够去判断说，大部分的时间是什么样子，那如果真的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，那以色列人又是怎么样面对，那如果你们是真的来了碰到这样状况，那又可以怎么样的面对。所以我觉得这类型的影片就是给大家多一点的参考，可以看一下以色列更真实的样子。那这就是特拉维夫目前的样子咯。今天是7月2号，可以看得出来，都还蛮正常的，有逛街的人，有吃饭的人，然后很难想象就在这个商场旁边，走路8分钟、10分钟的地方就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炸弹的现场，而且那个地方是我以前去过的地方，也有推荐给大家的地方。那心情还是很沉重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生活还是要继续啊。他们看到的也不只是这些被炸的东西，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有认识的人丧失生命在10月7号的战争，所以他们必须表现出来韧性，并不是他们刻意的，而是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，因为这是他的国家，这是他的家，他没有理由要逃跑，他也不想要逃跑，所以他们就会更团结的去面对他们所遇到的困难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